战印违心地说了些好听的话来安慰海童。他虽高高在上，却知道人才招聘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姨姐与社会脱节3年多，哪怕以往有经验，现在却是生疏的了，怕是不好找工作。你在上班吧？你先忙，我挂电话了。战印嗯了一声，等着海童挂电话。夫妻俩结束通话后，海童又打电话给姐姐，跟姐姐好好的计划着未来。一直聊到姐姐说要做饭了，海童才结束通话，手机都快没电了，他拿出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临近中午时，战印打电话给管城大酒店的经理，吩咐经理帮他准备2份午餐。他还点了几道菜，然后安排人送到那个管城中学门口的新华书店，那是给海童准备的午餐。考虑到店里还有沈小军，2个女孩子是好闺蜜，战印便一并给沈小军也送1份午餐，顺道的讨好了沈小姐。说不定沈小姐会经常在海童面前说她的好话呢。经理接到战印的电话安排，很诧异，却不敢说什么，照做便是。于是中午忙完后的海童便收到了来自他家男人的爱心投喂。管城大酒店的经理亲自开车把2份午餐送到书店里的。他到达书店的时候，书店里还有些学生在翻阅学习资料。海童拿起手机，正想打电话叫外卖，看到经理提着一只篮子进来，他和沈小军都愣愣地看着。请问哪位是海童小姐？经理礼貌地问道。他的视线落在海童身上，不知道为何他有一种预感，眼前这个女孩子呢，就是海童小姐。我是，请问你是？海童答道，又反问对方的身份，因为他不认识对方。经理先把那只大篮子放在了收银台上，还顺手把有点乱的收银台收拾干净，然后从篮子里拿出打包好的1份份菜，摆在了收银台上。最后拿出来的还有2份切好的水果拼盘，属于酒店赠送给客人的饭后果。经理不知道海童小姐是什么身份，只知道这是他们战总在乎的人，否则战总不会亲自打电话给他。故而送来的2份水果拼盘都是用了最贵的最好的水果。海童和小军看得一头雾水，他们都还没有叫外卖，怎么就有外卖送上门了啊？这饭菜瞧着还很丰富，还有饭后果送过来，主要是送外卖的没有穿着送外卖的衣服，让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哪家送外卖的。海小姐，我是管城大酒店的经理，不久前我接到了一位战先生的电话，是他吩咐我给海小姐送来2份午餐的，战先生已经支付了餐费。海小姐请慢用，要是觉得我们酒店的饭菜好吃，记得给个5星好评。原来是战印让酒店送过来的啊，竟然还是酒店经理亲自送过来。沈小军偏头看着好友，脸上有了点笑意，眼神里却有着点点羡慕。战先生可真是体贴啊，对好友也是越来越好。指不定过些时日呢，夫妻俩就成了真正的夫妻，过着恩恩爱爱的幸福日子。海童回过神来，忙向经理道谢，亲自送经理出店外，看着经理上了车，开着车走了，他才转身回到店里。有2份，不用问也知道有1份是沈小军的。海童回到店里时，沈小军已经洗好手，在收银台前坐下，见好友进来，他笑着招呼，快来吃。管城大酒店那可是号称7星级的酒店，上次咱们去那里参加宴会，尝过了宴会上的美食，回家后我都还在回味呢，我算是沾了你的福了。沈小军把1双筷子塞到海童的手里，笑着夸赞战印，再想不到战先生会这么体贴，帮你买好午餐让人送过来，他肯定是看到过你吃外卖，心疼你呢。海童，战先生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虽说他也防着你，还跟你签了半年协议，相处时间长了，说不定他就会主动销毁协议。要与你做一对真正的长久夫妻呢，你可得好好的考虑考虑。海童失笑的道，不过是请你吃1餐饭，你就成了他的说客了。我和他相处的还可以，目前来看呢，我们都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意思。我岂是1顿饭就能收买的？再说了，你才是我的好闺蜜，不管发生什么事，任何情况下我都站在你这一边的。有你姐夫做对比，你敢说战先生不好？2个人一边吃一边讨论着男人的好坏。我姐夫以前对我姐也是很好的呀，
是杨洋出生后，他对我姐才渐渐不好的。人都是善变的呀。他和战印做夫妻也才1个月，能熟到哪里去？他对战印依旧有诸多不了解，他们都还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展露在对方面前。我觉得战先生不是你姐夫那样的人，战先生严肃冷漠，却又风度极好。这样的男人一旦拿下来了，你这辈子呀都别想离开他的身边，他绝对会宠你上天的，成为宠妻狂魔。海童笑笑不说话，不过呢，战印给他送来了丰盛又美味的午餐，他还是很开心的。在开吃之前就拍了一张相片，然后发到朋友圈，并配上文字：来自老公的投喂。考虑到他和战印几乎是处于隐婚状态的那些还不知道他已婚的微信好友，他变平了，不让他们看到他发的这一条朋友圈动态。饭后也送走了最后几位学生，海童便打电话给战印。战印恰好就在这个管城大酒店，他中午有饭局，请了几位客户吃饭，借着吃饭之机谈些了生意上的事情。忽地接到了海童打来的电话，战印歉意地对几位老总说道：我接个电话，战总请便。几位老总笑着示意战印请便。与战氏集团的生意谈妥了，几位老总心情也是大好，席上边吃边聊着天。在战印起身出去接电话后，其中有一位老总问着陪同的苏南：战总今天穿的衣服似乎和往常的不同。细心的人连战印的衣服换了牌子都能留意到。苏南笑道：明总好眼光，战总今天穿的衣服的确是与往不同啊，那是他有点兴趣的女孩子送给他的。闻言，几位老总都大感意外，忙问苏南：苏总特助，战总有喜欢的女孩子了，不知道是哪家千金？真想不到战印这样的铁树也会开花。需保密呀，否则战总又怪我舌头长，像个八卦男。战总现在还不是爱，就是有点感兴趣了。等到他真爱上了，以他的性格，他必定会公开的。公开了，商小飞那样的爱慕者就不会再纠缠他。几位老总猛点头，他们知道战总原来是会喜欢女人的就足够了。有位老总家里有适婚年龄的女儿，都有点心思活泛了，想着既然战总会喜欢女人，他以后与战氏集团谈生意时，可以带着他的女儿在身边学习，看看能不能让战总看上眼。反正战总有点兴趣的那个女孩子也还没有成为战总的女友，可以公平竞争的吧。战印不知道自己的得力助手把他卖了，他在外面接听了老婆的来电，心情挺好的，嘴角都有着笑意。当然开口说话时，他还是一本正经的，声音沉沉的问着海童：有事吗？没事，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是不是你在午休了？我吵醒你了？海童想着这个时间是午休时间了，担心自己吵醒他。我还在吃饭。海童哦了一声，随即又说道：这么迟吃饭？我知道你工作很忙，但一定要按时吃饭，别饿坏了胃。我会的。被人关心不是第一次，可是海童说的关心话语，战印就是觉得特别的温暖。那个战先生，谢谢你让人给我送来的午餐，饭菜都很好吃，饭后果也很新鲜，不愧是大酒店的服务。战印还是那样的口吻，我中午有个饭局是在管城大酒店，想到你每天叫外卖，吃多了也不好，就帮你点了几个菜，让经理安排人给你送过去。以后尽量少吃外卖，你要是喜欢，我每天让酒店的人帮你送饭。自家集团旗下的酒店，战印还是信得过的，况且是他亲自打电话安排的，海童可以放心的吃，绝对比他叫的外卖好很多。有空的时候，我和小军也会自己买菜做饭，忙的时候才会叫外卖。你别每天送，管城大酒店那是咱们管城最高级的酒店了，饭菜好吃是好吃，肯定很贵吧？偶尔吃一餐还无所谓，天天吃咱们吃不起的。他就算收入不菲，也还是个打工的。他月收入也就2万左右，这个月因为网店的销量特别好，收入比平时要好了很多，保守估计这个月的收入能有3万多。虽说收入高了，海童也不会乱花钱的，他每个月都会把70%的收入存起来，要么是存进银行，
要么就是买那些风险很低的理财产品。战印默了默后说道：“那你就尽量自己买菜做饭，不要吃外卖了。你要是老吃外卖，我就天天叫人给你送饭过去，大不了1个月的收入都用在吃饭上。”海童忙道：“行，我以后在我们家附近的超市买好了菜，带到店里来吧，自己动手做饭，不吃外卖了，你也别叫酒店天天送啊，太贵了，咱们真的吃不起。虽说人的嘴巴生来就是为了吃的，可是1个月的收入都花在了吃的上面，就太那啥了。”战印沉默，在他眼里，他就是个普通的打工一族，就算知道他属于白领阶层，由于他不知道他的工资，担心会把他吃穷了，替他省钱呢。也可以看出来，她并不是那种贪图钱财的女人。其实和海童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战印就知道自己质疑海童是图钱是错误的。我今天发工资了，一会儿我给你转生活费，该吃就吃，该花的就花，不用太省的。不用了，你上次给我的10万元生活费还有很多呢，咱们家的开支也不大，用不了多少钱的，也就是买家具的时候花了几万块钱，余下几万元家用的话还能顶好几个月呢。况且呢，他也不可能都用他的钱，没有花完你就存着吧，男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把钱转给你，你存起来，以后遇着急事也有钱拿出来，否则我都花光了吧。海童想了想说道：“也行，他会记好账的，他每个月转给他多少钱他都存起来，也记个数，将来2个人真走到离婚那一步也好算数啊。战先生，那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晚上我可能会很晚才能回家，你给我留门就行，不用等我的。”海童还没有等过他回家呢，战印就是忍不住那样说一句。海童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挂了电话。他的态度让战印知道，他压根儿不在乎他是早回家还是晚回家。这也是他们当初签的协议啊，不允许他干涉他的任何事。战印静默了片刻后，便用微信转账给海童，转了2万元给他。海童领取了。见他领了钱，战印心情莫名的又好了起来。老公赚钱，老婆花嘛。海童中午也会趴在收银台睡上片刻，他略睡了片刻后，便拿出了工具材料，又开始编织他的工艺品。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响，很快他听到了噔噔的脚步声，本能的望出去。商小姐，海童意外的叫了一声，来人赫然是商小飞。商小飞计划陪母亲去海边度假，忽然想到海童，便想在度假之前来找海童聊天。他对海童的这个印象太好了，忍不住就想亲近海童。总算找到你了。商小飞把手里提着的袋子递给海童，我等着你联系我哦。都没有等到，只得通过你那般极品亲戚找到这里来。这是给你的小礼物了，一套名贵的护肤品。海童也不跟他客气，接过了那只装着护肤品的袋子，笑道：“商小姐太客气了，来就来了，还给我送小礼物。说了你也别生气，这是我买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便给你拿来了。”事实上是商小飞刚买的，他怕海童嫌贵重不肯收，故意那样说的，让海童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一套护肤品而已，对普通人来说很贵，对他来说不值什么钱。海童，你还会编织这些小玩意儿，好漂亮呀！商小飞一见海童编织的小东西就夸赞起来。他拿起刚做好的那只招财猫，仔细的端看过后夸赞地道：“真的好漂亮！商小姐若喜欢，我送几样我的产品给你，不过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喜欢啊，很喜欢。商小飞连连点头，我先谢谢你了。他又问海童：“你这些小玩意卖的吗？”卖地，我在网上也开有一间店，就是专卖些小玩意儿，平时销量也不错，这个月特别好一些。商小飞笑道：“你等会把你的网店网址发给我，我发在我的朋友圈里，帮你推销推销，是真的挺漂亮的。”知道海童的遭遇后，商小飞乐意帮海童推销一下产品，连他这样眼光高于顶的人都觉得海童编织的工艺品很漂亮，其他人也会喜欢的。
就算不喜欢，看到是他推荐的，也会看在他的颜面上帮衬一下海童的生意。他商小飞在管城上流社会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太感谢商小姐了。海童请商小飞坐下，就去帮商小飞倒来了一杯水。寒暄过后，海童问道：商小姐忽然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当然，他不认为自己能帮得到商小飞，人家可是商氏集团的千金啊。海童做梦都想不到，前几天好友还和他一起八卦战大少爷和商小飞的绯闻，几天之后，商小飞竟然会来找他，两个人像那个相交多年的朋友一样。这缘分好的让海童都不敢相信，也太幸运了吧。像商小飞这样的真正豪门千金，连沈小军这种千万土豪家庭出来的人都没有机会相交，他一个普通老百姓竟然就有了交集。海童决定晚上回家的时候买2张彩票试试能不能中个大奖，分个几百万奖金。商小飞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找你吧，确实是有事。海童看着他，等他说话。在海童的眼里，商小飞长得真漂亮，气质又好，身材又好，出身也好，与那个战大少爷肯定是般配的。就是他不曾见过战大少爷，不知道长成什么样。战大少爷那么高傲冷冽，能得到商小飞的痴恋，想来也是个帅哥吧。海童在心里暗戳戳地想着，不知道战大少爷和他家男人相比，谁长得好看？都是姓战的，500年前是一家人呢。海童，咱们俩都是上过热搜的，你那点事儿我知道，我的事情你也清楚，我就直接说了哈，你别笑我来找你，其实是与战少有关的。你也知道我很喜欢他，暗恋他好几年了，也曾经想过放弃的，发现自己无法放下，干脆就公开表白，大胆追求。反正我未嫁，他未娶，彼此都是单身的，我追求他也没有错，不犯法，也不犯道德层面上的事。可是没有人支持我，本来我大嫂是支持我的，被我大哥一说，他就墙头草，两边倒了。咱们虽然初相识，却给我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了，只能来找你诉诉苦。我爱一个人有什么错？我追求他有什么错吗？商小飞苦恼不已。他对战印的追求，不仅亲人不支持他，连他几个闺蜜也劝他放下，说战印不好追，更何况两家集团还有点对头的意思呢。也就海童给他喊加油，他便赖上了海童，把海童当成了能倾诉的知己了。要是战少有妻子或者有女朋友，哪怕他再优秀，我也不会去追求他。我商小飞这么优秀，用不着和别人抢男人，可他明明是单身的。我爱了就要付之行动，努力过，哪怕没有结果，我将来也不后悔啊。商小飞说了一连串的心里话，海童心里想着，听说商小飞性子同样高傲，毕竟人家有高傲的本钱，还刁蛮任性。此刻呢，他看商小飞不过是为情所困的普通女孩而已。商小飞的三观，海童也认可，觉得他三观不错。那天晚上他陪好友参加宴会的时候，是听了战少的一些八卦，知道那个男人依旧单着，听说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不允许年轻女性近身的，他不给任何年轻女性的机会，也就是商小飞胆大，公开表白，才与战少捆绑在一起闹了绯闻。商小姐没错，谁都有追求真爱的权利。用商小姐的话说，战大少爷未娶，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未婚，也没有男朋友，你追求他不违法，也没有违反伦理道德，正常的很。商小飞猛点头，海童，你是第一个认可我追求战少的人。海童笑了笑，算是明白商小飞为何会来找他了。做一件事得不到亲朋好友的支持，忽然有个人站在他那一边，支持他，他不就找过来倾诉了吗？海童，你有过恋爱经验吗？我呀，大学期间倒是谈过一次恋爱，毕业后选择不同，那段感情便无疾而终了。多少校园情侣在毕业后各奔东西，恋情终结的。海童和他的初恋便是那样。那当初你们俩是谁追求谁？你有追求男人的经验吗？支个几招给我用用呗。海童，其实我和初恋的感情不深，就是刚开始便结束了，也没有说谁先追求谁，就是彼此有好感。
越来越熟悉后，很自然的就成了一对恋人。也就是逛逛街，吃吃美食，我们连小手都还没有拖到，就毕业了，然后劳燕分飞各一方。商小飞目瞪口呆，好半晌，他说道：“海童，你这也太惨了点吧，连手都没有拖过就结束了，这等于是还没有开始变终结。是挺遗憾的，毕业后这么多年来，我感情上都是空窗期。没事，有我陪着你一起单身吧。”海童扑哧的笑，我倒不觉得单身有什么不好，自由自在的。结了婚，背负着一个家庭，反而没有自己单着那么好了。像他姐一样，虽说他现在也不单着了，不过他和战印签了协议，等于是契约夫妻，目前还处于隐婚状态，跟单着也差不多。要说追求男人，其实和男人追求女人也差不多的，投其所好，坚持下去，水滴石穿，总会有回应的。商小飞想了想，说道：“我知道要坚持，执着点。不瞒你说，我大嫂当初也是主动追求我大哥的，我全程看着呢。那时候呀，我大哥也像战少那样高傲冷冽，不为所动。我大嫂天天来缠着我大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大哥就被我大嫂拿下了。有段时间，我大嫂也想放弃的。”他不再出现在我大哥面前，没想到我大哥被他缠习惯了，他不再露面，有放弃之意，我大哥反而主动了。现在啊，在管城，谁不知道我大哥是个宠妻狂魔？商小飞最羡慕的便是兄嫂的爱婚。大嫂一开始倒追大哥的时候呢，的确很苦，像他现在一样，但后期大嫂就像泡在蜜缸里一样，被他哥宠上了天。婚后，他哥对他嫂依旧宠爱有加。海童倒是没想到商氏集团的当家总裁是被妻子倒追的，还追到手了。他笑道：“你大嫂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吗？你向你大嫂学习讨经验呀。他现在不肯帮我了，我大哥不同意，他也替我争取过，但我家里人坚决不同意，我大嫂就随大流了。”海童颇为同情地看着商小飞，豪门千金，大家闺秀在婚姻这方面吧，大概也不是很自由吧。他听说豪门很多联姻的，他喜欢什么你就天天送给他，还有抓住一个男人，首先要抓住他的胃，你再天天给他送好吃的，哪怕一开始他很不给面子，让你下不了台，坚持下去，说不定有一天他就接受了呢。你也说你大哥当初是习惯了你大嫂的存在，当你大嫂想抽身离去时，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时，不就成了吗？还有，你可以制造一些小意外，例如在他必经之路等着他，向他求助什么的。我想他只要不是铁石心肠，总会帮帮你的，然后你们俩便有机会相处了。海童把自己认为是招儿的法子告诉商小飞，教着商小飞如何制造小意外，争取到与战少的相处机会。他始终觉得两个人总要相处过了，才能产生感情的。一见钟情当然也有，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一见钟情的。商小飞觉得海童的法子不错，他感激的道：“海童，谢谢你给我支招，要是有一天我真能嫁入战家，成为大少奶奶，我一定重谢你。”海童笑：“到时候请我喝杯喜酒就行。上流社会的人办喜事，肯定是在高级酒店举行，他冲着美食去的，那是一定的。我要是能成功拿下战少，我请你当我的伴娘。那你加油，我等着给你当伴娘。”海童鼓励着商小飞，给他支持，给他打气。我加油，我就不信我拿不下他。那个，我能说些实话吗？商小飞，难道你跟我说的都是假话啊？海童笑道：“倒也不是，看过你和战少的八卦新闻，那些娱记把你写成刁蛮任性，不好相处。我跟你初相识，还不敢说了解你。若你真是刁蛮任性之人，总要改改脾性的。或许战少不喜欢这种性子。他刁蛮任性吗？”想了想，商小飞不得不承认，自己还真有点刁蛮任性。主要是他在商氏家族那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不至于被宠得目中无人吧。但也不是好相处的人，他看不上的人敢在他面前晃荡，他会毫不客气地命人把那人扔出去，一点面子也不给，连他商氏家族的族人他也扔过的。
好半晌，商小飞感激地对海童说道：“海童，谢谢你敢对我说这些话。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当面提醒过我，说我性子不好，要改的。”海童心里想着，以你的身份，谁敢得罪你？也就是他和商小飞不是一个圈子的，况且商小飞把他当成爱情军师顾问了，他才大胆的提议吧。童童，午休的沈小军醒来，听到海童在和人说话，他走出来，看到商小飞时揉揉眼，哦，陌生人，不认识，不过还是有点面善，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沈小军没有见过商小飞的真人，觉得面善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过商小飞的这个相片。记得他八卦战少与商小飞的新闻时，和好友说过，两个人其实是门当户对的。小军，你醒了。海童招呼好友过来，他向商小飞介绍好友。商小姐，这是我最好的闺蜜，也是我店里的合伙人沈小军。商小飞对沈小军就没有那股子亲切感了，不过看在海童的份上吧，他还是高贵大方的向沈小军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了。沈小军知道眼前这个看起来特别高傲的漂亮女子，竟然就是商氏集团当家总裁的亲妹妹，公开追求战少的商小飞，他惊得半天没有反应，这副呆滞的样子倒是逗得商小飞一笑。商小飞对海童有好感，愿意以心事告知，却不想在沈小军面前多说什么。沈小军既已午休起来，商小飞便起身告辞。商小姐，这只招财猫送给你。海童把原本要送给战印的那只招财猫先送给商小飞，他想着他和战印是夫妻了，晚上2天再送给战印也没事。商小飞欢喜地收下了，还讨要了海童的网店网址。在海童拿出精致的袋子帮他装好招财猫时，他对海童说道：“我下午就会陪着我妈去海边度假，我们家在那里有栋海景别墅，很多新鲜的海鲜吃，回来时我给你带点海鲜。”海童最喜欢吃海鲜了，闻言便不客气的道：“那我就等着了。”商小飞是真的很喜欢海童这个性格，想要他送的东西一点也不客气，不想要也直接拒绝，不会扭扭捏捏的，更不会虚情假意。海童是属于坦坦荡荡的人，这个朋友他交定了。其实他商大小姐也不是眼高于顶的，只要合得来，他都愿意相交为友，不拘身世背景。这一点倒是像战家老太太。送走商小飞后，沈小军好奇地问道：“童童，你是怎么认识商小姐的？她还主动来找你呢？”海童便把商小飞拦他的车，送商小飞去战氏集团的事情告诉了沈小军。沈小军，这样也行。不得不说，商小飞为了追求战大少爷是真的很拼，勇气可嘉，精神可嘉。我觉得商小姐并非传言那般蛮不讲理，她就是高傲啊，以她的出身，她也有高傲的资本。其实她的三观还是很正的，她那么爱战大少爷，都能说出只要战大少爷有女朋友，她是绝对不会追求战大少爷的。商小飞的傲气不允许他插足别人的恋情。沈小军认同地道：“这样说来还是不错的，我们跟他不是一个圈子里的，没有交集，不知道他真正的品性，外界传言不可尽信的。有时候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相呢，更不要说传言了。”商小飞身份尊贵，说不定是很多人嫉妒他，故意把他传成刁蛮任性、不讲理之人呢。商小飞的到来并没有影响到海童，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倒是沈小军又开始磨着海童，陪他去参加某某太太的生日宴会。这次的宴会是在段家的别墅里举行，段家和我姑姑家是邻居，生意上也有来往，所以关系很好，否则我姑姑也不敢带着我过去。童童，你陪我去吗？我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和段家的大少爷谈场恋爱啊。沈小军对段家大少爷也有点印象，毕竟他经常去姑姑家里玩嘛，两家是邻居，便有见面的机会。段大少爷矮胖的长相真的是很普通，他要不是出生在豪门，走在大街上都没有人会多看2眼的。豪门里也不都是俊男美女吗？沈姑姑是为了帮你介绍男友才带上你的，我跟着去做什么？这次的宴会是段太太的生日宴，与上次的不一样啊，我不去了。
海童不松口，坚决不想再陪着好友去参加宴会。宴会上那么多人，没有几个是认识的，他去了除了吃还是吃。虽说他是吃货，可老是吃的，他也怕丢脸呀。上流社会的那些人不会像他这样不停的吃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去帮我长长眼呀。有你姑姑在，不用我帮你长眼，沈姑姑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她才是过来人。你又是她的亲侄女，她自是想你好的，她既然想设合你和段大少爷，你去试试呗，总比阿姨让人帮你介绍的那些所谓的优质男好吧。沈小军，段大少爷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又矮又胖，他就是长得不好看。才35了，还没有结婚，段太太着急，放弃了门当户对，想挑个家庭条件一般的。我姑姑只看重门户，哪是真为我好呀？我不想去，她还见天打电话给我妈。被他们俩一家攻，我只能投降，特别是你嫁人后。我妈就天天念叨着说，人家海童也是25，你也是25，海童都嫁人了，你还单着，25还单着有错啊？沈小军也是头痛得很，他又不是35岁，母亲和姑姑整天催婚催得要命。海童还没有闪婚时，他妈倒没有催得那么厉害。海童一嫁人，哎呦喂，他这个单着的在家里，连呼吸都是错的了。他想，他要是不谈场恋爱，他别想清静的了。你嫌段大少丑吧？海童认为沈姑姑不会不看人品只重门户的，怎么说都是亲侄女。要是不好的男人，他把亲侄女推入火坑，娘家路都得断了。沈小军撇撇嘴，是丑了点，我怕嫁个丑男人，以后生出来的娃儿都是丑的。你这样的最好，夫妻俩都是高颜值的，以后生出来的孩子也是高颜值的。他倒宁愿像好友这样嫁个有上进心的打工一族。战先生没有豪门出身又如何？人家凭着自己的本事，依旧能进战氏集团当高级白领。能进战氏总部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海童，你少看点，我觉得你是看得太多，盼着自己也像里的女主角那样，遇到一个年轻英俊又多金的大总裁。年轻大总裁只喜欢女主，感情专一，宠妻成瘾。小军，那都是现实里哪有那么多的年轻总裁？战氏集团的总裁倒是年轻，但那是富二代，人家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无法比。你也听说了，战大少爷这样的大总裁，别说追求了，连见他一面都比登天还难。沈小军张张嘴想替自己辩解几句，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无话可说。里的主角谁不羡慕？不过他真的不是想嫁什么大总裁，他就是对那些男人不来电呀。彤彤，你再陪我去一趟吗？不去。彤彤，咱们还是不是朋友？海童头都不抬，是朋友吧？朋友有难，你总得两肋插刀吧？等你有难的时候，我自会为你两肋插刀，你等于是去相亲。不是有难，就别想我两肋插刀了吧。沈小军哀求着，彤彤，就这一次，真的就这一次，你想想美食呀。今天中午吃了一顿管城大酒店的饭菜，我觉得美味至极。眼见好友还要继续哀求，海童只得使出了杀手锏，说道：我要和我家那位去约会，增加感情。一个下午的时候，沈小军都用着哀怨的眼神看好友，海童就是铁石心肠，哪怕好友哀怨的看他，他也坚决不肯再陪着好友参加段家的宴会。战印今晚要应酬，不会早归，海童便留在店里看店，让沈小军早点下班回家。沈小军说服不了好友，只能抱着他的包先行回家。店里便只有海童一人，又不忙，他便打电话给姐姐。知道姐夫依旧没有回家，海童在心里叹口气，姐姐的婚姻大概率是支撑不了多久的了。他倒不是劝和，就是心疼外甥。父母离婚带给孩子的伤害是最大的。周阳才2岁大，一直都是姐姐带着。姐姐要是有收入来源，争取抚养权的几率是很大的。